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这期节目。今年新加坡的一份成绩单再次刷爆全球，16个全球第一，从人均 GDP 亚洲第一到全球最安全国家，从全球最强护照到全球 AI 城市冠军，可以说新加坡几乎在各个领域都交出了顶级答卷。但这些耀眼的成绩并不是拍脑袋能随便做出来的，它背后靠的是什么模式、什么系统？我们应该如何看待新加坡的这些成就？更重要的是，这些成就真的可以被其他国家模仿吗？今天我们不只是简单的数这些排名，而是要从5个关键维度来拆解和分析新加坡的系统能力。让我们先从最直接大家关注最多的主题——新加坡为何这么有钱开始讲起。2025年，新加坡的人均 GDP 达到了全球第5，亚洲第1，约9.4万美元，折合为12万新元。这个数字不仅彻底拉开了与东南亚国家的距离，也跻身全球顶级富有国家行列。而且新加坡还连续3年被评为全球最贵的高端生活城市。听到这，很多人可能会问，为什么这么贵还有人愿意住、愿意来？贵但提供的却是确定性。新加坡的经济系统非常透明且高效。就拿2025年的全球养老金制度排名来说，新加坡首次拿下 A 级评级，全球第4，亚洲第1。这意味着新加坡的经济体制并没有靠透支未来换现在的繁荣，而是在为长期兜底能力打基础。再看投资和富豪流入的名单，2025年新加坡的人均1万富豪数量依然领先全球。这些财富流向说明了什么？不是为了享受奢侈的生活环境，而是因为在这里高净值人群的资产是安全的、稳定的。他们知道新加坡的制度不会突然变，只要规则清楚，未来的收益就是可以预见的。综上，新加坡并不是便宜好活的地方，它卖的不只是商品，而是全球稀缺的信任和安全感。这解释了为什么它这么贵，却依然有大量的人才和资本愿意涌入。如果说新加坡靠高效经济吸引了资本，那它最大的秘密武器就是它的全球化中枢地位。2025年，新加坡护照免签193国，继续荣登全球第1。这看起来是酷炫的加分项，但其实这张护照更像是一个低摩擦的国际通行证，方便的不仅是旅游，而是全球企业和商业人才进行资本项目的跨境运作。同时，新加坡的节点性还体现在它的港口和机场功能上。今年，樟宜机场第13次获得全球最佳机场的称号。全球集装箱码头排名中，新加坡继续稳居榜首。无论是物流效率还是货运流量，新加坡在全球供应链中的位置，让它成为全球化时代的天然受益者。这也回应了我们一个最关键的问题：新加坡的强大不是靠吞下世界的市场，而是靠成为全球经济的桥梁。布局明确，规则清晰，执行高效。这意味着无论是货物还是人员都不需要绕路，这使得新加坡几乎不可替代。其他国家要复制这样的模式，需要的不仅是地理优势，还需要几代人积累的规则意识与管理系统。但这也正是新加坡模式的独特之处。所有这些成就又是依托什么呢？答案很简单，治理能力与安全感。2025年，新加坡再次被评为全球最安全的国家，连续12年名列榜首。全球范围内有 98% 的男性和 97% 的女性在深夜仍能自由出行，没有恐惧感，而这样的体验感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。再看看新加坡的政府治理系统，连续3年全球政府效率第1。2025年全球清廉指数排名第3，亚洲独占鳌头。要知道，很多国家并不是资源不足，而是在治理资源的能力上出了问题。而新加坡的透明、高效和公平，不但符合普通人的期待，更让所有参与的企业和投资者感到安心。比如在新加坡，你不用担心办任何手续时需要找关系，不用害怕制度突然巨变带来的巨大不确定性。这种治理与安全是普通人日常感受的幸福基础，也是企业在这里投资的最大信心源头。从资源看，新加坡确实不多，但它把自己每一个角落都整合得井井有条。这种强大的治理能力，无疑是新加坡模式强不可破的基石。2025年，新加坡在全球人才竞争力指数中首次超越瑞士，位居第1。这是亚洲国家第1次坐上这个榜首。看到这个成绩，你可能会问，这说明什么呢？其实这不仅仅是新加坡吸引顶尖外来人才的实力，还显示了它在培养和优化本地人才上的能力。比如新加坡的教育系统长期以来就是亚洲的标杆。今年新加坡国立大学连续第3年排名亚洲第1，全球第8，而南洋理工大学同样跻身前15名。这表明新加坡的高等教育不仅面向本地青年，也为全球输出了无数高端人才。除了教育培育，政府、学术机构和企业的协同也是新加坡独具一格的地方。比如2025年，新加坡还荣登了全球 AI 领先城市的榜首，不仅体现在 AI 技术本地开发的能力上，更体现了它如何将科技产业资源有效整合。当别的国家在抱怨内卷化或外来人才冲突时，新加坡的政策逻辑并不复杂，竞争虽难，但规则清楚。这种清晰性让它在全球人才版图中拥有自己的话语权。最后一个模块，咱们讲讲一个听起来很暖心的第一幸福感。
2025年全球城市幸福感排名中，新加坡迎来了惊人的反弹，从上一年的第34位飙升到全球第3、亚洲第1。这背后发生了哪些变化？幸福感的提升，并不是因为大家都突然更有钱了，而是来自于系统性的社会保障和生活体验的提升。比如全球认可的新加坡医疗效率、教育成果和交通运输系统，这些都让新加坡居民的日常生活更加可预期。尤其是交通这一项，最新版的数据让东南亚其他城市显得相形见绌，通勤时间降低了，出行系统的整合性更强了。可以说，这样的幸福感并不是情绪上的简单满足，而是日常生活的细致体验改革。系统不坑人，规则有回报，这才是让新加坡暴涨的真正原因。好了，今天我们用5个模块解构了新加坡模式和它16个全球第一背后的原因，从经济效率到人才储备，从全球流动性到日常幸福感，每一个成就背后都是这个小国家一点一滴积累下来的系统能力。那么问题来了，这样的成功是否可以被其他国家效仿呢？又有哪些部分值得学习？如果你对新加坡模式有什么看法，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们。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有启发，请点赞订阅我们的频道，并分享给更多的朋友。感谢你的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